连续3日猛攻俄本土，直逼莫斯科核心，重创关键军事设施。克里姆林宫进入3级戒备，调重兵防御边境战事升级。俄军指挥中枢接连瘫痪，车臣高官成灰。俄最强电子战系统被毁。乌海军陆战旅再创佳绩，无人猎杀风暴，乌军精准摧毁。俄火箭炮后勤基地也中招，普京出访，乌军重伤地方官，克宫怕了，拟设20公里缓冲区。俄密8直升机坠毁，俄战机逼近，波兰空军紧急升空。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过去3天。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动了一轮前所未有的无人机袭击，袭击范围广，强度高，几乎直逼莫斯科核心区域，令俄罗斯军方和社会高度警觉，被迫加强国内安全防线。据报道，伊万诺沃州的空军基地遭受重创，约15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了驻扎着第12航空师第81航空团的第2457号空军基地。该基地停放着大量预警机，作为俄军后方重要的侦察与探测作战中心，扮演关键角色。袭击过程中，当地居民听到约4次巨大爆炸声，具体损失情况仍在统计中。更糟糕的是，莫斯科的多个机场持续受到乌军无人机空袭的冲击，一些旅客在航班上拍摄到了无人机飞过的画面。俄军武装直升机被迫紧急升空，试图拦截多莫杰多沃机场的空袭行动。令人关注的是，该机场冒险恢复航班，民航飞机在空袭交火声中起飞，而莫斯科其他机场则继续关闭领空，导致数千名乘客滞留机场。俄罗斯官方电视台报道称，由于无人机威胁，包括莫斯科在内，至少15个俄罗斯地区的航空运输因无人机活动增加而受到严重干扰甚至中断。还有消息显示，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爱国者公园在无人机突袭后发生爆炸并起火，场面一度十分严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无人机击中了临近博览中心的仓库，现场视频显示，公园周边迅速升腾起浓密的黑烟，伴随着多声剧烈爆炸。初步统计，至少有2座展览馆遭到破坏。此次袭击还造成1名安保人员被无人机弹片击伤，停车场内多辆汽车损毁，现场一片狼藉。另外，位于利佩茨克州叶列茨的一家关键电池厂遭到乌军精准袭击。袭击时，多架配备精确制导武器的攻击型无人机突破俄军防空体系，直击目标核心区域。爆炸引发大火，厂区内部遭受严重破坏，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显示出强大的打击威力。这座工厂主要负责生产用于无人机、航空器和海军装备的高性能电池和特殊电源组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它是俄军后勤体系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前线武器系统的动力供应和持续作战能力。此次袭击的目标是削弱俄军对高科技能源保障的依赖，从而打击其整体战斗效能。尽管俄方尚未公布具体损失细节，但从公开影像和消息来看，工厂的生产运营已受到明显影响。乌克兰还对俄罗斯图拉州发动了至少10波密集空袭，重点瞄准了位于该地的斯普劳军工厂。这家工厂半个月前才刚刚遭受过乌军重创，但袭击未曾停歇。当地时间当天，乌军无人机群精准打击了熊奥国防工厂，工厂内部正在加班加点生产，突然爆发多起爆炸并引发大规模火灾。目击者录制的视频显示，厂区上空弥漫着浓白烟雾。令人关注的是，就在3天前，莫斯科官方刚刚以对武器研发做出重大贡献为由，对斯普劳工厂的员工进行了表彰。然而，这番褒奖刚落，乌军无人机便再度发起猛烈攻击。
尽管图拉州州长声称桑奥工厂并未遭受严重破坏，却未对厂区大火做出解释，反而指责无人机袭击波及了居民楼。当地媒体则披露，居民楼的损坏系俄军防空系统击落无人机碎片所致，现场还发现了大量残骸。该工厂隶属于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Rostek， 是俄军重要的火箭和导弹系统生产基地，长期承担多管火箭炮及空射火箭弹等武器制造任务，因此成为乌克兰重点打击目标。事实上，这已经是该厂2周内遭遇的第2次空袭。5月初的一次袭击曾一度迫使工厂暂停生产。最新情报显示，连克里姆林宫周边的戒备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据开源情报技术披露，5月22日前后，俄军调动大量装甲车进入克宫附近区域，并部署了配备电子战系统的专用车辆，防御等级提升至至少3级警戒。有莫斯科市民拍摄的画面显示，克宫四周如今已军车密布，气氛紧张。期间周边的移动通信信号一度中断，显示电子干扰系统已开启运作。虽然俄方尚未发布官方声明，但这一系列动向无疑表明其对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高度警惕。同时，乌方的攻击还在扩大范围。仅5月20日至22日，俄国防部宣称其成功击落了近1500架乌克兰无人机，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例如，在梁赞炼油厂附近，乌方5架无人机发动攻击，尽管俄媒称全部拦截成功，碎片未落入厂区，但目击者却报告现场有明显火光，说明设施可能已遭波及。在持续承压的情况下，俄方决定在与乌克兰交界地带设立15至20公里深的安全缓冲区。莫斯科方面承认该措施正处于落实阶段，但未提供具体部署细节。乌克兰外交部对此迅速回应，批评俄方此举不过是特别军事行动逻辑的延续，本质是掩盖其难以推动停火谈判的现实困境。事实上，俄乌边境地带战事正变得愈发激烈，乌军近期深入俄罗斯境内多地展开反击。有报道称，乌方部队已推进至布良斯克州仅80公里处，并占领了一处据点。同时，库尔斯克地区也再度成为战斗前线。乌军频频发动小规模渗透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还在加强对远程打击力量的投入。据悉，国防部正加大对图95、图22和图160等战略轰炸机机队的资金支持，准备实施大规模维修和升级，以应对未来更复杂的空中战场环境。再来关注下前线战场方面的消息。在哈尔科夫前线，乌军近期在红军村方向展开攻势，尤其是在霍里科夫及其北部地区取得明显进展。乌方情报部门警告称，俄罗斯正在为哈尔科夫方向可能发起的新一轮大规模攻势做准备。与此同时，俄军也在博德尼夫卡西部和科特利亚尔维卡东北部发动反攻，双方围绕这一地带的拉锯战愈发激烈。俄军还不断向边境地带集结兵力，苏梅地区也有再次爆发激战的风险。乌军目前正加紧修建防御工事，并呼吁西方尽快落实军援承诺。欧盟此前承诺为乌克兰提供200万发炮弹，目前已有约2/3完成交付。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指出，在西方资金支持下，乌克兰军工产能正持续提升，预计未来每年能自产100万枚155毫米炮弹。此外，他还透露，乌方正在与美国雷神公司洽谈战略合作，这家公司正是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主要制造商。另外，乌克兰总参谋部宣布，日前
乌克兰空军成功对俄罗斯武装部队第三军位于顿涅茨克州巴赫穆特地区的前线指挥所发动精确打击。此次空袭对俄方指挥系统造成严重损坏。根据乌方通报，行动由空军精确武器系统执行，在事前情报引导下，锁定了俄军第三军前方指挥设施，并成功命中核心建筑。从现场回传影像判断，建筑受损严重，疑似对俄军的指挥与通信能力构成实质打击。第三军是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的重要地面部队之一，负责协调多个作战单位，具备一定战术与战略指挥职能。乌军选择对其指挥节点实施打击，目的在于削弱俄军前线作战组织与调度能力，为后续推进与局部反击创造条件。据悉，日前，乌军在赫尔松州斯卡多夫斯克附近发动了一次极具针对性的突袭，目标锁定了车臣阿赫马特军团的一支弹药运输车队。这支以网红化出境频繁而闻名的部队正在高速行驶途中时，被乌克兰军队使用 FPV 自杀式无人机锁定并攻击，多枚炸弹精准命中车体，随即引发了携带弹药的连锁爆炸，巨响传遍赫尔松上空，火光冲天。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发布通报称，车上4名车臣高级军官已全数被击毙，具体身份尚在确认中，但这可能是阿赫马特军团近期遭遇的最大人员损失之一。在卢甘斯克州，乌军则动用美制海马斯系统发射集束弹药，成功摧毁了俄军一支由卡马兹卡车组成的补给车队。导弹在空中爆炸后，弹头如雨点般洒落，现场布满弹片痕迹，多辆车辆被直接摧毁，路面也被炸出深坑。这种战术打击有效削弱了俄军的后勤补给能力。最新消息显示，乌军成功摧毁俄军在金伯恩沙嘴地区新近部署的先进电子战系统黑眼。据悉，黑眼是俄罗斯近期投入使用的高端电子战装备，据称专门针对无人机通讯链路、GPS 导航系统以及无线电频谱进行干扰与阻断。其系统结构复杂，通常部署于前线重要战略节点，用以压制敌方侦察和火力指引能力。金伯恩沙嘴作为连接赫尔松州与敖德萨方向的重要地理位置，一直是俄乌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而此次黑眼的部署，无疑是俄方意图加强该区域电子战主导权的象征。乌克兰空军近日还成功出动米格29战斗机，使用法国提供的 AESM Hammer 精确制导炸弹，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一处俄罗斯无人机操作员基地。据乌克兰军方透露，这次行动经过严密规划与情报支持，锁定了俄军在某前线地区设置的无人机指挥与操控中心。该设施为俄军多架无人机提供起降、控制与数据链支持，对前线战事构成重要支援。乌克兰第38海军陆战旅近日在顿涅茨克地区行动中再次取得战果，成功摧毁俄军一门122毫米口径的 2SE 康乃馨自行榴弹炮的点位于谢尔西夫卡村一带。2SE 康乃馨是苏联时代研发的经典型自走榴弹炮，机动灵活，射程适中，至今仍广泛装备于俄军炮兵部队，常用于支援地面部队攻势。此次被乌军击毁，不仅削弱了俄军在该区的火力支援，也进一步显示出乌方在精准侦察与火力压制方面能力的提升。军事观察人士指出，像第38海军陆战旅这样的部队，正在逐步转化为具备快速反应与打击能力的现代化作战单位，能够有效应对俄军的装备部署，并在战术层面实现局部优势。这起打击行动虽属小规模，但在持久战背景下具有战略意义，反映出乌军正以灵活机动的方式逐步削弱对手战力。在俄乌战争进入深水区的当下，
无人系统的作用愈发凸显。近日，乌克兰方面公布了一项具有战术与象征意义的战果。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塔夫里亚方向成功摧毁了一套俄罗斯先进的 HAWAM-2 防空导弹系统。这一战果不仅打击了俄军防空力量，更进一步凸显了乌克兰无人化作战能力的成熟与前沿运用。HAWAM-2 是俄罗斯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中的主力型号，具有全天候、全方位、动态目标拦截能力，尤其在打击无人机、巡航导弹与低空飞行器方面表现突出。它可以在行进中作战，并快速完成侦测、锁定与发射，其自动化程度高，反应速度快，是俄军重要的前线防空利器。通常，俄军会将其部署于高价值军事设施周边或机动纵队之中，用于构建低空反制网络。根据乌克兰军方发布的信息，这次行动极可能动用了多型协同无人装备，包括长航时侦察无人机与一次性自杀无人机，经过空中持续监控与数据回传，实现了对 HAWAM-2 系统的精确定位与目标分析，随后由攻击型无人机实施饱和打击，最终击毁该系统。另外，乌克兰第414无人系统团匈牙利鸟近日展开了一次高效精准的打击行动，成功瘫痪了一门俄罗斯冰雹多管火箭炮系统。据悉，匈牙利鸟无人系统团利用先进的侦察和目标锁定技术，快速锁定了俄军多管火箭炮阵地的位置。随后，该团的无人攻击平台配备精确制导武器，对目标实施定点打击，成功命中冰雹系统，导致其彻底失效，无法继续参与战斗。军事专家指出，第414无人系统团匈牙利鸟已成为乌军在电子战与无人攻击领域的重要利器，其灵活机动和高精度打击能力为乌军提供了显著的战术优势。随着无人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乌克兰正在逐步改变战场格局，以非对称手段不断瓦解俄军的武装力量。此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还对俄军特殊物资仓库进行了多轮打击，摧毁或拆除了多件重要装备，严重干扰了俄军的后勤补给和战斗准备。此次行动有效削弱了俄军的弹药和装备储备，增加了敌方在前线持续作战的难度。近日，库尔斯克方向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俄总统普京昨日亲访库尔斯克，宣称该州已完全回到俄军控制之下。然而，乌军迅速予以否认，并表示仍牢牢控制着数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在新普特和特特金诺一线甚至还在持续扩张。值得一提的是，库尔斯克州别洛夫斯基区区长尼古拉·沃洛布耶夫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身受重伤，已被紧急送医。这一事件再次显示乌军在俄本土纵深的渗透能力正在增强。布良斯克方面，尽管克里姆林宫刻意淡化局势，但有迹象表明乌克兰小型突击部队已经进入当地多个区域。目前虽无大规模交火，但局势依旧紧张。别尔哥罗德地区则维持现状，乌军持续坚守过去夺取的阵地，前线过去24小时未出现明显推进。据俄媒 RBC 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计划在乌克兰东北部的苏梅州与哈尔科夫州边境地带建立一条深度约15至20公里的缓冲区，借此作为隔离与控制手段的一部分，以加强对本土边境地区的安全防护。这一动作被视为俄方2025年夏秋新一轮军事攻势中的一项重要战略安排。消息人士指出，除了在乌东北地区构建战略纵深，俄军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彻底夺取卢甘斯克州与顿涅茨克州全境，实现对整个顿巴斯地区的全面控制。观察人士认为，所谓缓冲区的设定不仅是出于军事上的部署考量，也可能带有政治象征与占领管理的意味。该区域一旦形成，
或将对乌克兰东北部居民与交通造成长期影响，同时进一步推进俄方对战场主动权的掌控。尽管俄方尚未就此发表正式声明，但相关计划若落实，势必将引发乌方强烈反应，并加剧战局在东部与北部战线的压力。未来几个月，双方在顿巴斯及边境地区的军事动态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还有消息指出，近日一架俄罗斯米巴多用途直升机在俄西部奥廖尔州坠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起事故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场影像随即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直升机失控坠落，机体猛烈撞击地面的瞬间令人震撼。根据俄方初步通报，坠机事件发生于例行训练飞行过程中，直升机在飞行途中突然失去高度，呈螺旋状快速下坠，最终坠落于距奥廖尔市不远的空旷地带。机上3名机组人员不幸全部罹难，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目击者形容像一颗黑色陨石砸向地面。事发后，紧急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俄罗斯国防部与调查机构也已介入展开事故调查。另外，近日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空中对峙再度升温。根据北约方面的通报，一架俄罗斯苏24战斗轰炸机在波罗的海上空国际水域内进行了所谓的危险机动，迫使北约做出迅速回应。事件发生在昨晚，当时驻欧洲的北约联合空中作战司令部立即下令出动波兰空军的战机进行拦截。据了解，2架波兰空军战斗机在接获命令后紧急升空，迅速接近并监视这架俄军苏24，对其飞行路线与行为进行评估与警告。北约方面指出，俄机当时的机动行为被判定具有挑衅性与潜在风险，可能对在区域内飞行的军用与民用航班构成威胁。这类拦截行动在波罗的海地区并不罕见，但此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主要是因为俄机的动作被形容为异常激进，且飞行轨迹一度靠近北约监控区域，引发联盟成员国的高度警觉。北约强调，此次行动完全基于防御性目的，旨在维护波罗的海上空的安全与稳定，并未进一步升高事态。波兰方面亦表示，其空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表现出专业与克制，最终俄方飞机改变航向并离开敏感空域，事件未进一步升级。